本次合集的内容，我们会从八王之乱一直讲解到隋朝建立。由于挺长时间没能更新，为了方便后面内容的讲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之前的内容，以便于理清吴氏六国的时代背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从西晋建立到后赵统一北方。266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自立为帝，建立晋朝，标志着三国时代彻底终结。280年，东吴被晋朝所灭，从东汉以来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正式形成。然而，晋朝的繁荣并没能持续太久。司马炎病逝后，他的弱智儿子司马衷继位，朝政则被皇后贾南风以及诸位王爷把持，八王之乱由此爆发。在长达16年的战乱之中，8位同姓诸侯王轮流执政，并且相互征伐和残杀，导致西晋王朝国力大衰，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地的胡人趁机反抗，纷纷建立政权，吴氏六国的时代正式登场。304年，氐族人李雄在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同年，匈奴人刘渊便在左国城称王，汉赵政权建立，西晋王朝岌岌可危。317年，晋怀帝和晋闵帝先后被刘渊的儿子刘聪诛杀，西晋王朝彻底覆灭。随后，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支持下，在建业称帝，东晋建立。凉州刺史张士德之后不肯使用东晋的年号，标志着凉州正式脱离东晋，又一个割据政权形成，史称前凉。此时，北方最为强大的政权便是匈奴人建立的汉赵政权，而汉赵政权最大的功臣是曾经做过奴隶的羯族人石勒。318年，晋准之乱爆发，刘氏宗族几乎被屠杀殆尽，在刘耀和石勒的合围下，才最终平息了叛乱，但汉赵政权也随之开始衰败。之后，刘耀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石勒则趁机脱离刘氏的统治，自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328年，前赵和后赵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前赵的皇帝刘耀被擒，太子刘基逃往上邽，前赵彻底灭亡。333年，石勒病逝，次子石弘继位，但朝政被石勒的堂侄石虎把持。第2年，石虎便废除石弘，自立为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就此登场。他称帝后便开始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将朝政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0岁决断。他要求全国20岁以下、13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嫁，都要做好入宫的准备。各郡县的官员为了迎合他，强行夺取百姓的妻子9000多人，杀掉女子的丈夫3000多人，最终送入宫中的美女高达4万多人。345年，他征发了16万人，准备重修长安城的未央宫，征发了26万人，准备重修洛阳宫。为了快速得到财富，他下令掘开前朝帝王的陵墓，夺取陪葬品，并且派人前去挖掘秦始皇的陵墓，准备盗取陵中的铜柱，用来制成铜器。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儿子10岁更为荒诞，不仅奸淫官员们的妻妾，甚至将自己的姬妾打扮漂亮之后，砍下头颅放在玉盘里，供宾客们传递观赏。他奸淫尼姑之后将其杀害，与牛羊肉一起煮着吃掉，简直禽兽不如。后来，他甚至开始策划杀掉自己的父亲石虎，篡位自立。石虎派遣自己的亲信宫女前去探视，结果却被10岁给当场斩杀了。石虎勃然大怒，立即将他幽禁在东宫，希望他能悔改。结果他朝见石虎的时候，不仅没有谢罪，而且扭头就走，这让石虎非常的愤怒。当天夜里，他就将自己的儿子10岁满门抄斩。随后，他改立石宣为天王皇太子。可是他对石宣并不满意，想立石涛为太子，但由于石宣年长，导致他一直犹豫不决。在此期间，他任命石涛为太尉，与太子石宣轮流批阅奏折，这让石宣非常的不满。而石涛由于受到了石虎的宠爱，变得肆无忌惮，完全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甚至他在府中修建了一座殿堂，命名为宣光殿，横梁长达9丈。石宣得知石涛故意冒犯自己的名讳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斩杀了石涛的工匠，并将横梁砍断。可石涛不为所动，既不与他计较，也不向石虎上报，找来工匠继续修建宫殿，并且将横梁的长度增加到10丈。石宣怒不可遏，
对自己的亲信们说道：“如果你们能将石涛除掉，等我当上皇帝之后，便将石涛的封邑全都赏赐给你们。而且，如果石涛被杀，石虎必然前来哀悼，到时候我们再趁机杀掉皇帝，便可万事大吉了。”于是，石宣的亲信便暗杀了石涛。石虎得知后，悲痛欲绝，立即下令逮捕石宣，将他囚禁在仓库之中。他让人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制作数斗大的木槽，以喂猪的方式给他喂食。接着，他下令在邺城以北堆上柴草，上面架设横杆，横杆的末端安置鹿炉。行刑当日，他派人将石宣押到柴草旁，让石涛宠爱的宦官揪着石宣的头发，拽着舌头将他拉上梯子，然后将绳索套在石宣的脖子上，用鹿炉绞到横杆处，接着派人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刺穿他的肠子。等折磨到不成人形的时候，再点燃柴堆，将石宣烧为灰烬，并将灰烬撒在通往城门的路口，供万人践踏。在此过程中，石虎率领着文武百官和后宫佳丽数千人登台观看了石宣被行刑的全过程，石宣的妻儿也都惨遭杀害。当时石宣的小儿子只有几岁，石虎非常的宠爱这个小孙子，便准备将其赦免，但属下的大臣们不由分说，从石虎的怀里抢夺孩子。小孙子拽着石虎的衣服，大声呼叫爷爷，连石虎的腰带都给拽断了，但还是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接着，石宣的亲信党羽300多人，太监50多人，全都被车裂后抛尸于漳河之中。石宣居住的太子东宫则被改为了养猪的猪场，东宫的卫士1万多人则全被流放凉州。9月，年仅10岁的幼子石氏被立为太子。至此，后赵政权的继承人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然而，就在后赵政权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的时候，北方的鲜卑族之间也在上演着鱼死网破的大戏。那么，慕容鲜卑是如何打败段部和宇文鲜卑，建立前燕政权的？后赵政权又是如何灭亡的？我们下期接着讲述。